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考古挖掘出史前外星巨人骨。在1886年呢，采矿工程师约翰·里德呢就听说了派尤特人的一个外星巨人种族的传说。里面就说呢，史前外星人曾经在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后呢，被洛夫洛克洞穴附近的土著人所击败。于是呢，约翰·里德呢就对这个洛夫洛克洞穴内的秘密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就说，真的有史前外星巨人的存在吗？那地球的土著又是如何击败他们的呢？在加州大学于1912年和1924年呢，对这个洛夫洛克洞穴进行了官方的挖掘。据报道所称呢，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数千件的文物，而这些文物之中呢，最令人费解的是有一些巨人的遗骸。据说在挖掘的过程中呢，发现了高3米的这些骨头，这些骨头呢是属于现在被称为洛夫洛克的外星巨人的。而史前传说中身材高大的外星巨人呢，是流传于无数的文化之中的。尽管主流的科学告诉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存在，但是外星巨人的骸骨呢，在世界各地呢都有被发现。那为什么这些惊人的骸骨没有任何博物馆所展现出来呢？也没有任何的历史书中提及他们呢？因为出于某种原因呢，外星巨人的存在被掩盖了。其实许多古代的文化当中都提到了外星巨人种族。比如说印度的神话《吠陀经》呢，曾经就有一个时代被称为是萨蒂亚，里面就说曾经有一个时代被称为是萨蒂亚尤加，即真理的一个时代。里面就说当时的人类呢和外星巨人是和谐相处的。那在旧约之中呢，就有一种被称为是拿非利人的生物，他们就说那些人的身高大概是在9米左右，他们在创世纪中是被提及到的。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就说当时的地球上呢是有外星巨人的存在。当上帝的儿子们来到人间并生下孩子的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变成了外星巨人。对此有一种解释，就是上帝的儿子呢就是引诱人类女性的一种堕落天使。那在以诺书中外星巨人出现了很多次，其中在以诺书第7章是这样描述的，他说这些女人怀了孕，生出了巨人来，他们高300肘，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单位大概是137米。而这些外星巨人呢，吃掉了全部人类所种出的食物。于是呢，人们开始厌恶喂养他们了。刚开始人类可能是把他们当神一样供养，那外星巨人呢，转身来居然就要吃人类了。最后呢，他们吃干了所有的东西之后呢，就开始吞噬彼此的肉，巨人之间互相残杀，并以血为饮料。另外呢，在宗教的文本死海古卷中也发现了外星巨人的传说，里面就记载呢，外星巨人种族是大洪水之前存在的一种生物。比如说古代苏美尔文明就有一群被描述为外星巨人的神族阿努纳奇呢，曾经来到地球。根据对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泥板的解释呢，阿努纳奇呢是来自于地球以外的尼比鲁星球的。现在的尼比鲁呢，不是银河系另一边的某个遥远的行星。里面就说尼比鲁就是在我们太阳系内中的一颗行星，它是以每3600年呢经过地球附近一次。多年以来呢，这颗额外的行星理论呢，一直被视为是伪科学。但现在的人们普遍相信在我们的太阳系遥远的角落呢，有可能确实存在一颗 X 星球。事实上呢 ，NASA 多年以来呢，也一直在寻找这个物体，尽管他们称它为第9行星或者是第 X 行星。在2016年呢，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呢，找到了这颗行星的证据。2017年呢，大家一致认为研究呈现的数据和计算机模型几乎100%的肯定认证了这一颗行星的存在。他们说它是巨大的、秘密的、黑暗的行星潜伏在遥远的太阳系当中。也许到了真正可以实现星际旅行的时候呢，最终呢会知道阿努纳奇的家园也就是尼比鲁星球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根据泥板的记载呢，他们说尼比鲁的大气层当时呢开始恶化。于是尼比鲁就来到了地球呢，寻找各种资源，特别是水以及黄金。在他们的奴隶叛乱之后呢，尼比鲁呢是需要新的劳动力的，于是他们就对不同的地球的物种呢进行了基因实验，试图创造一个新的奴隶物种。最终呢，他们成功的将阿努纳奇人的 DNA 与穴居直立人的 DNA 呢拼接在了一起，于是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它就是智人，也就是我们的祖先。那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文献中呢，这个新的物种被称为第一批人类，或者呢叫他阿达姆。那希伯来人呢将其翻译为亚当。所以第一批人类呢被培养成为阿努纳奇人工作的一个工具，所以人类呢就特别崇拜他们当时的神阿努纳奇。尽管当时阿努纳奇人是禁止与人类繁衍后代的，
但是依旧还是有一些阿努纳奇人呢与人类繁衍出了后代，他们呢被称为拿非利人。而刚才宇哥不是也说到吗？旧约里面就有提到拿非利人身高9米左右。泥板上还说呢，第二次尼比鲁经过太阳系附近的时候呢，它居然引起了严重的电磁干扰，于是太阳上出现了黑点，天空中就出现了彩色的波浪。这是极光和南极光，也表明了地球的磁场开始减弱了，对太阳能量的防御呢也减少了。于是呢，当时就造成了地球冰盖融化，大洪水呢席卷了整个星球。为了逃难呢，阿努纳奇人呢居然带着他们的黄金登上了飞船，返回了尼比鲁。但是在地球上的拿非利人以及人类呢，他们的大城市都被摧毁了，沉入了海浪之下。当洪水最终退去的时候呢，只有少数的人类存活了下来，重建文明。而地球上几乎每一种文化呢，都讲述着这个大洪水以及创世神话的传说。而近些年来呢，我们开始发现大洪水确实有发生过的证据，但是外星巨人的证据呢，却是少之又少，只有存在于各种原始部落的传说和记载当中。而美洲原住民部落之一的乔克托部落呢，也曾经记载过纳弗洛族的传说。而纳弗洛族呢，是一群吃人肉的外星巨人。乔克托部落呢，为了族人的生存，他们经常驱赶并追杀这些外星巨人。最终呢，这些外星巨人呢，都被赶往了西方。数千年前呢，派尤特部落定居于内华达的沙漠之中，并流传着一个被称为斯特查的红发外星巨人种族的故事。那斯特查呢，是北派尤特洛语，字面的意思呢是图勒食人族，而图勒呢是一种生长在沼泽之中的巨型芦苇。传说在数千年前呢，外星巨人就是用图勒建造了木筏而抵达了内华达州。但是图勒并不是外星巨人唯一吃的东西就像纳夫洛族一样的，图勒食人族呢，他们也吃人。于是这个图勒食人族呢，向这个派尤特人和所有其他邻近的部落种族呢，发动了战争。人类部落呢，英勇作战，奋勇抵抗但是外星巨人太强大了，图勒食人族呢，经常在战斗中把那些俘虏给吃掉。因此经过多年的冲突呢，人类觉得打不过他们嘛，所以全部的部落呢就团结起来，才扭转了战局。在最后的战斗之中呢，红发外星巨人呢居然都被赶进了一个巨大的洞穴之中，然后呢，这些人类的部落呢就放火来烧毁他们。一个叫温尼马卡酋长的女儿莎拉呢，她是第一个写下并印刷了图勒食人族故事的人。但她说这不是传说，而是历史。她甚至把从外星巨人那里取来的红发编织进了她的一些衣服里面。在1886年呢，采矿工程师约翰里德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就要求前往这些外星巨人图勒食人族最后被赶进去的那个洞穴。但是这个里德当时是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挖掘这个洞穴的。他说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在这个洞穴当时有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蝙蝠的粪便，人们才开始愿意挖掘了这个洞穴。那为什么说这个蝙蝠粪便是有价值的呢？因为蝙蝠的粪便里是含有硝酸钾的，它是一种制造火药和炸药的原始材料。所以蝙蝠的粪便呢，在1886年呢，米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呢，是一个珍贵且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洛夫洛克洞穴呢，于1912年、1924年和1929年呢，被挖掘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发表的这些研究成果呢，是令人惊讶的。但是呢，这些成果对于派尤特人来说呢，并不意外，因为在洞穴的入口处呢，的确是有极度灼烧过的证据的。就意味着在某个时候呢，当时呢是的确有一场大火烧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洞口，且烧的是很旺盛的。之后呢，人们在这个洞穴里面的一面墙上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巨人的手印，还发现了1万多件文物，也包括了一些巨人的骸骨。有一些骨头呢显示骨髓呢已经被移除，可能是因为这些食人族的行为和迹象，他们当时有可能是饿极了，互相残杀了。还发现了一双凉鞋，而且呢这双凉鞋非常巨大，适合穿它的人呢，这个脚码应该能够达到78码了。要知道我们地球上的人类一般男性最大的脚码也就是44码。而且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一件衣服他们说这个衣服太大了，根本就不适合正常的这个男人身材穿。据报道呢，在第一次挖掘之中呢，还发现了2个外星巨人的木乃伊遗体，一个女性呢身高是2.1米几，一个男性身高2.7米几。他们说这2个木乃伊呢身上都是有红头发的。那根据1931年内华达州的一家报纸报道呢，在内华达州的洛夫洛克洞穴附近的一个干涩的河床之中发现了2具外星巨人的骨架。但外星巨人呢，并不只在内华达的沙漠之中发现，而是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整个地区呢，都发现了外星巨人。
显然呢，在土著部落到达美洲之前呢，美洲就已经是外星巨人居住地了。而且在俄亥俄州的大蛇丘呢，是一座417米长的史前肖像丘，没有人知道它为何被建造。但是由于附近有陨石坑撞击嘛，所以该地区就充满了引力和磁场异常。研究人员理查德·汉密尔顿就认为呢，大蛇丘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而导致的关系。多年以来呢，该地区一直有关于反常天气模式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和奇怪灯光等等一些故事。而且大蛇丘上也发现了有外星巨人骸骨的遗迹。在1872年呢，俄亥俄州的诺布尔县历史收藏一书中就刊登了一篇报道，有人偶然就发现了巨大骸骨出现在里面，而书中报道就表明呢，大蛇丘发现了3具骸骨残骸，它们生前呢至少应该有2.5米左右的身高。而这些残骸的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在嘴的前后以及上颚的上下呢都是有双排牙齿的，它们与我们人类是不同的。在1891年呢，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呢在同一个地区也发现了大型的骸骨，它们呢身高目测应该是有2.5米左右的，头骨的厚度是正常人的2倍。在1894年呢，一位当地的农民也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墓穴，他这一发现呢甚至被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农民沃伦考恩呢在距离著名的大蛇丘1.1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几座古墓。哈佛大学的普特南教授呢在那个古墓里还发现了有趣的东西。他打开其中一个墓穴后呢，就发现了一具长达2米多的骷髅，和另一座墓穴中呢也有一具同样巨大的男性骸骨。而罗斯汉密尔顿呢是大蛇丘的热衷研究者，他写道呢，在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山谷距离迈阿密堡约 0.8公里处的这个建筑工人格巴特和科夫曼呢，他们在一个硕石坑中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了一具比人类历史上任何记录呢都要更大的男性尸体骸骨。所以这个史密森尼学会呢，史前人类学馆长托马斯教授就说呢，关于这一发现这个头骨的真实性跟古老性呢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确定这些骸骨的年龄，而且当时呢，这些骸骨还被放在了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展出过，现在呢，居然再也找不到他们被展示过的痕迹了，他们被消失了。在1868年的一份报告就显示索克拉皮兹水力发电公司的采矿石的工作人员呢，在密西西比河岸呢发现了一具3米高的骸骨，但是几天后呢，这些骸骨呢不知所踪。所以据报道呢，加内福利亚、圣地亚哥的地区呢也都发现了大量的骸骨。在1833年的墨西哥士兵在加州蓝桥的兰波克呢挖了一个火药库的一个大坑，他们避开了一层硕石呢，居然发现了一个墓穴。在这个墓穴里发现了一个3.65米高的一个石棺，里面呢是有一个外星巨人骨架的，周围呢都是雕刻的，比如说贝壳巨大的石斧还有2只长矛和薄石英片，而且石英片上呢布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这些奇怪的符号难道就是他们史前的一些文字吗？所以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呢，北美各地都发现了有1000多具2.5米左右的骨架，而史密森尼学会呢也被提及了数十次。他们都称其接收了来自于全美各地的巨大的一些巨人骸骨。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这些骸骨现在在哪里呢？那是在1892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叫做克朗普洞穴的地方呢，发现了古老的木棺材，棺材和其他的一些文物呢都被送到了史密森尼博物馆。这一切呢都是有据可查的。可是在1950年的研究员弗雷德尼克呢，他就发现了就是这个考古挖掘有一些疑惑之处，他就写信呢给这个史密森尼学会呢，想询问这些疑点，因为他觉得美洲原住民不使用棺材进行埋葬的呀，而他们发现的那个棺材就很奇怪嘛。于是这个保罗就收到了史密森尼学会的回复称我们无法在我们收藏中找到你所说的这些标本。保罗说尽管显示呢他们已经收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居然给他回复说他们找不到这些标本，就很奇怪嘛。而在1992年的另一位研究员大卫巴伦呢也再次追查此事件，他被学会就告知呢棺材是木质的石槽，他说是石槽，就是那个喂畜生的那种石槽。而这个大卫就觉得很奇怪嘛，他说在这个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是没有任何牛马或者是猪使用这些石槽习惯的。而且史密森尼学会的人告诉大卫呢，他想看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说他们把这个石槽扔到了一个被石棉污染的一个仓库里面，并且呢因为要清理而关闭了这个仓库。这显然呢听起来像是想要在掩盖什么东西。当我们研究了中西部的那些古老的土丘和金字塔之后呢，人们就发现密西西比河流域曾经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文化的发源地。
俄克拉荷马州的螺旋形土墩呢，在1935年间被挖掘的时候，考古人就发现了一名身高超过2米多的男子，他呢身着全副武装的盔甲，旁边还埋了一罐成千上万颗珍珠和其他的文物，这是当时发现最大的宝藏之一了。人们联系了史密森尼学会，结果呢，学会的人声称他们到达现场之后，大多数稀有和无价的物品呢已经都被销毁了，墓室呢也都被炸药给炸毁了。他们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文物，实际上呢都是被他们给拉走了。还有一起是阿坎巴罗文物呢，于1994年在墨西哥被发现，并成为了一些争议的焦点。那里就发现了33000多件不寻常的文物，包括许多的陶瓷石像。最初的实验室检测表明了这些文物大约有距今6500年的历史了。但事实呢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有争议了。因为里面的一些雕像描绘了恐龙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情景，还有一幅著名的雕刻呢，描绘的是一位骑着三角龙的人类战士。文物中还有不同的种族，比如说黑人、白人、亚洲人呢，里面都有描绘。以我们学到的现在的世界历史来看呢，这些种族在6500年前的美洲应该都是未知的一个存在。此外还有一些奇怪的生物，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美人鱼、大脚怪，而且还发现了一批已经灭绝的在冰河时期的马的牙齿和一具猛犸象的骨架。这两种动物都不应该存在于那个地方。而且考古学家查尔斯检查了这些藏品，并鉴定了都是真品。阿坎巴罗区的考古学主任卡洛斯也证实了这个发现，但是史密森尼学会和其他权威机构却认为这些发现都是伪造的。尽管实验室将这些物品的年代鉴定为公元前的4500年，但史密森尼学会却称这些文物只有30年的历史，并表示这里的发现都是一个骗局。于是约翰蒂尔尼后来就与这个查尔斯哈普古德教授合作，他就说这个史密森尼学会和其他当局针对一些新的发现都进行了一场造假运动。所以这个约翰泰拉尼就提交了一份信息自由的请求，要求史密森尼学会提供所有阿坎巴罗的文件。结果史密森尼学会告诉他说这些文件都不见了。而且史密森尼学会是拥有所有在这个阿卡姆巴拉文物的所有权的。他们说公众不得查看这些东西。于是泰拉尼后来就写了一本名为《阿坎巴罗考古学的惊人丑闻》一书，就是揭露这个史密森尼学会的一个丑闻。还有人发现现在出现这些文物的那些大峡谷的部分地区都变成了禁区，你甚至不能飞越它。如果你真的走进这个区域几分钟之内就立刻有一些飞机、直升机或者是武装人员出现在你的身边。所以所有的这些有关于巨人的文物都被送到了史密森尼学会，但是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出现来支持关于史前历史的一些理论。如果外星巨人当时真的是行走在地球之上，那迟早都会被我们人类发现的。但是主流的媒体却尽一切的努力阻止这些消息传播出去，这就很值得我们怀疑嘛。那如果我们是虚构的史前外星巨人存在，为什么你们害怕而且还要阻止它呢？所以观众朋友们是相信我们是进化而来的，还是被外星人所创造的呢？宇哥在很多节目里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人类所有的神话传说，所有的记载我都相信是真实存在、真实发生过的。只是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说我们无法去证明它的真假，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了神话传说来看待了。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么好了，故事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